嘣嘣嘣！在影片开始之前，上集对于辅路交通规则的部分有叙述错误，需要更正说明一下。辅路就是非机动车道，也是不可以逆向行驶的。另外，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共存的地带，单车在规则上是必须要走非机动车道的，除非非机动车道受到占用，才能骑到机动车道去。在这一集的雅安天泉市区，我还是有走到机动车道的片段，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。之后在 G318 路段，因为进入山区就几乎全部都是单线道，比较没有非机动车道的设计，也谢谢上集观众们的提醒。冰嘣嘣嘣。没有菜单，有馄饨、米线、面条。米线来几两？1两还是2两？1两。加辣椒吗？清汤还是红汤？清汤。吃完早餐米线虽然是白煮清汤口味，但是吃起来有一种椒麻胡辣的感觉，还蛮爽口，蛮好吃的。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孔明酒镇，你在 Google 地图上面查不到。这边其实是奇来市区里面的卧龙镇。骑车的时候真的太忙天气、买补给、采买、骑行，没有办法对每一个经过的地名做一个详细介绍。下个点前往雅安还要再骑60公里，爬升虽然 Google 地图上面写说800公尺，高德地图我搞不出爬升，但是在进入雅安前的那个爬升，有可能隧道可以切掉，所以我猜测应该爬升只有400公尺而已。今天我们不会在雅安止步，我们还会继续往下一个点天泉进发。前往天泉的 Google 总爬升是2500，但是沿途上下起伏很多，我猜有可能是 GPS 的误差，应该不可能上下累积到2500。没关系，沿途都有便宜的酒店，今天也才第2天，不用这么着急。沾鲜面、包子、馒头、豆浆，回去我一定要好好查一下这个奇来的这一个字怎么念。看到好多炖鸡面，昨天在成都是看到豆花面，听说中国的豆花有点像是豆腐一样，是热的淋上咸酱汁来吃。这2天一直吃到的草莓也是成都的一个品种的特产。现在我们来到 G318 公路上的大汤，其实我不知道这边是不是川藏线的起点，因为 G318 公路很长，我也不知道川藏线的起点是不是大家公认都在这边出发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不是从成都就是从雅安起算，但不管怎么样，这个骑行驿站也是整的有模有样。可以看到后面有厨房，有卖车衣。这些脚踏车是不知道是不是拿来出租的，2楼可能可以拿来住宿，就是全方位的全部功能都有。对我最有实质帮助的就是后面这一个写有海拔地名的标示，虽然现在还在四川的范围，提到西藏还太早，但是 I'm coming。大唐、雅安、康定、理塘、芒康、林芝、工布江达、拉萨。没事。乖。骑到现在只骑了20公里，但是早餐只吃了1碗米线，肚子有点饿。上个城镇有看到包子，现在有看到小笼包。我也在想要抓个机会停下来吃点蛋白质了，便宜耶！一个红烧大肉小碗，很小。没有多少，那改1两。谢谢。这个是那个不是辣椒，好，烧肉的红油，好，谢谢。吃了一份红烧牛肉面，好险上面的那一层只是油，不是辣椒，吃起来有一点点微辣，还蛮爽的，过瘾。对于单车骑行来说，有吃的有商店，其实就算热闹了。现在时间大约9点，早上的雾气也渐渐散去，天空虽然还是灰蒙蒙的，但是可以看到有一丝阳光。来往的车子就会像这样子，大车装着肥料，也可以看到很多农机饲料的商店。刚刚在后面的面馆也尝试了第一次使用现金结账，前面2天全部都是用微信支付、支付宝，国际版是可以绑定信用卡，直接用信用卡扣款的。刚刚扫码发现好像没有支付吗？
刚刚扫码发现好像没有支援 Master， 所以就直接用现金了，也懒得再新增一张卡片。所以大家来到中国，虽然行动支付很方便，但是你也要考量到，如果手机没电、手机坏掉，还有应对有些偏远的地方，也需要带一点现金去预备着。这次我的现金是有点带太多了，带了6000块人民币，都以行动支付为主的情况下，带太多了，用不到。景色不错，来飞个空拍机试试。在中国，任何无人机都需要实名认证，你需要中国的电话号码。我现在是用微信的易博通去办了一个虚拟的门号，还蛮方便的。没有一个中国的电话号码，你在住宿啊，还是在买东西登记的时候，都会有一些麻烦。包含这个无人机的实名认证，现在你不要想着在中国黑飞，后果很恐怖。不只是罚钱，还要拘役。好，现在虽然有在网络上登记好了，但是这边写着未实名登记。我直接把手机基地台打开，连上网络之后，我在这边按同步，竟然就好了。先起飞。不飞还不知道，真的飞起来的时候才发现，哇，一整片一望无际，飞不到尽头，全部都是茶园。实名认证的部分，我也不知道该用厉害还是用什么方式去形容，也不知道大疆跟中国官方的 UAM 系统是用什么方式去做连接。很快哦，一连上网路，实名认证就直接同步完成了。时不时都会有像后面的装置，你只要骑经过，就会打一个闪光灯，不知道是拍照还是测速，还是用什么方式用的。每天晚上住宿也都需要登记，所以千万不要干坏事，在中国做什么事情，行踪一览无遗。好久没有重装骑车爬坡了。根据刚刚 Brighton Clive Challenge 2.0 的图示，我上升了50公尺，平均坡度大约6%，最陡有8%。但因为一眼就可以看到坡顶，还行。但这50公尺对于整趟川藏线来说，绝对是不足一提。在过了天泉雅安之后，爬升都是上1000、上2000这样子在起算的。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感觉抓回来，目标终点就是拉萨，以这个为大前提去做整体的规划、设想、心态建设。不要想着放弃，稍微有一点累、有一点喘、有一点不舒服就放弃了，那就不要说川藏线啦，连个阳明山都爬不上去了。心态调整一定要往好的方面想，一步一脚印。虽然距离很长，但是一天一天骑，总会到的。加油，加油！现在海拔大约750公尺，以2%的坡度缓爬升当中。早上太阳还没出来之前，气温大约是10度，所以刚刚也加上了这一个薄的、简单的薄围。现在太阳出来之后，气温回温到15度，就有点想要脱掉了。出门在外旅行，魔术头巾非常好用，它可以把热气锁在脖子跟外套风衣里面。从昨天出发以来，这一条 G318公路骑乘的感觉是非常好的。骑在这一条路上几乎没有什么坑洞，刚刚也可以看到施工现场这一条路的路基真的筑得非常的厚实，道路的 level 已经有点像是台湾高速公路的感觉了。大家也看到了，沿途都是双向大车往来。经过这样的摧残碾压之后，这条道路骑起来也不会有任何跳动的感觉，非常的舒服。G318公路也被誉为人文景观大道，在人文方面，我觉得现在左右两边看起来的商店颜色招牌都是统一的。不会有乱糟糟的感觉，一个小区一个小区就分别是一种色调特色。我知道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有点复杂，但是好的事情可以稍微借鉴。撇开用路交通习惯，我觉得这边的人民真的是非常的淳朴、热忱，我非常的喜欢，享受这个轻松的氛围。大拉拉的不会那么拘谨啊，买个东西休息也都很放松，好好享受这个太阳吧。
哇，天气晴朗，骑车就是爽。但是在有了空拍机之后，现在都会走走停停，看到一片空旷的广场就想起飞飞飞看。现在时间11点，早上骑到现在还没有42公里，走走停停的。这次的川藏公路不管爬升的情况下，一天平均要骑100公里，所以这次的时间是赶的。从早上出发到现在都是古色古香的小城镇平房。现在前方遇到了第一个大市区名山，就有看到高楼大厦了。雅安就在不远处。鲜肉小馄饨跟纯肉烤肠。小馄饨的分量，每一颗都肉量扎实，再加烤肠下来只要台币67块，一样是在 YouTube 的短影音里面认识烤肠这个东西。听说有分淀粉肠，还有纯肉肠。刚刚吃的是纯肉肠，非常有弹性，有嚼劲。先不要管里面加了什么，但是吃起来也算是好吃。奇怪，我有说过难吃吗？对我来说，只要口味不要那么重，热热的，什么都好吃。虽然这个名山非常热闹，但是我们也要真的继续前进了啊！哇，今天真的是走走停停的，进度没有推多少。接下来整个下午都是这样的大好天气，连身上的这一件我都要先脱下来了。在旁边还看到蜜雪冰城，但是我们有的是时间慢慢尝试。前期还有进度压力的时候，就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观光、吃吃喝喝上面。那我们继续出发 ，Go Go！早知道就直接骑过去了，这有差吗？走上面还不是一样？有啦，这个角度比较好，可以多拍一张照。此生必驾318，首站打卡金鸡关，感觉应该要去对面飞一下空拍机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算了，多花时间就多花时间，还有5天特休，大不了全部用一用。好，你看一下。人生就该被美好的事情所耽误，现在又看到了自驾大本营川藏0公里，所以我才说到底川藏线真正的起点在哪？怎么好像哪边都是0公里？但是无所谓，反正我们的终点都会是拉萨。进藏的方式也有千百种，接下来我们也会用脚踏车的方式好好体会。那我们就继续沿着这一条318公路前往雅安。哇，怎么从早上到现在一直说雅安，雅安还没到？虽然我不知道哪边才是川藏线真正的起点，但是川藏公路以前是叫做康藏公路，后来应该是道路越修越好，设施做得越完善，一路延长到四川，所以才改叫做川藏公路。但是两种名称到现在都还有人在用，在我学生时期的印象也一直都是青康藏公路。现在我们来到雅安城区的市中心，大家对于雅安可能很陌生，但是提到地理历史课本里面的雅无3日晴，大家应该就有在考题上面看过了。它指的是雅安这边因为地形气候的因素，所以几乎都是常年下雨，所以说雅无3日晴。但今天就是让我遇到这个大晴天的好日子，骑车。气温25度，非常舒服。同时，雅安这边也有3大雅：雅语、雅女、雅鱼。虽然我不知道雅鱼的鱼是指鱼很漂亮，还是指鱼很好吃。路边也有看到很多小馆卖鱼卖吃的，拿这个当标题。台骑第2天，现在就大胆了起来，直接走主道，连辅道都不走了。我觉得主道比较好走，反正现在主道也是3线道，没有什么车流，骑起来就比较没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。
现在看到后面的大山，等一下马上就要深入了。雅安这边也是骑行 G318川藏线最后一个最热闹的大型补给站。如果你缺补给，车子有什么问题，建议在雅安一律把它全部搞定。当然 G318是一条非常热门的国道，你在沿途都还是会有小型的补给点，但是脚踏车维修、买电器用品、买记忆卡之类的，应该是没有到那么方便。我到中国才第2天，还没有这么厉害。有些人用美团外送、京东、淘宝之类的直接叫货过去，这种做法也是可以，我也蛮想学学看的。但是装备全部都带够了，这一次没有必要，应该是还用不到叫外送的功能。北海道的冷是因为纬度，但是川藏线的冷是因为海拔。现在海拔还没有爬上去，有点热，所以先来买一杯饮料来喝喝。虽然饮料琳琅满目，但是来到中国的第一瓶我已经想好了。老大，想你了，谢谢。这东西要骑好久哦。对，骑20天，今天应该骑到天泉。还有，从成都骑过来，看到这个大瓶的冰红茶，人民币5块。如果大家有在 YouTube 看一些 AI 的影片，应该对冰红茶这个梗蛮了解的，因为这个冰红茶的标示很像湖人队的制服。说到湖人队最有名的球星，就是已经过世的 Kobe Bryant。Man, what can I say? Mamba out！ 我看你是想吃种鸡了吧？我觉得跟台湾的口味没什么差别，就是柠檬红茶、雀巢柠檬茶风味也是一样，会有糖浆化学的感觉。但是我反而觉得中国这边买到的冰红茶比较淡哦，好喝、清凉、解暑，等一下爬坡一定用得到。在前面成都平原地带至少有3到4线道，现在缩减回1线道的时候，其实你就可以看到车流量还是蛮大的，再加上莫名其妙会逼你一下的大车，你就会骑在路上会很有压力。现在也已经完全进到爬坡的路段，坡度3到5%。在我的左手边是青衣江，现在沿着青衣江两边的 V 型峡谷凿出一条道路，扶摇直上。在旅行当中的爬坡，我不太喜欢低着头猛骑，因为你往前看都是崭新、截然不同的风景。我现在正处于这个 V 型峡谷之中，等一下穿出这个 V 型峡谷会有什么样的景色映入眼帘，非常让我期待。我知道有些人骑车不是为了看风景，而是为了锻炼自己竞速，所以就会选择在爬坡的时候低头猛骑。可是你低头猛骑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什么？没错，就是我们的 Brighton S810。Life Challenge 2.0， 从现在码表的坡度剖面图可以看到，接下来的2公里会上升55公尺，并且在接下来1公里之后往后推200公尺，会有一个超级陡坡，有一种上帝视角开天眼的感觉，可以借由这个未卜先知的功能，让你赢在起跑线，打败对手。加油！现在我们来到 G318飞仙关驿站，飞仙关也是茶马古道以及古代重要的关隘据点，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，有着川藏第一关之称。以上知识当然不是因为我博学多闻，是我刚临时维基百科查的。自从学会了用事后上旁白的方式去做一些知识性的补充之后，其实我就有在想，骑乘的时候要不要这么累？除了查天气，你还要去查当地资料，有点拖骑行节奏。以效果来说，我个人是更喜欢现场讲的，更有临场感，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嘛。台湾，这位，成都出发啊！牛，厉害，加油！刚刚重装骑行的大哥已经先出发20分钟了，现在看一下要花多久的时间才有办法追到。它是重装的完全体，加了帐篷睡袋。不要小看睡眠用具啊，就算是昂贵轻量化，同时又兼顾保暖，
至少也要3公斤。在台湾骑车升级的车友，不是都在那边计较个1-20克吗？你就知道这3公斤对于爬坡的影响有多大了。倒是没有那么惊讶，毕竟也老司机了嘛。再来就是这么长、这么宽的车，你好像不把所有的视线道全部占走，没办法回转或者做其他事情，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辅路全部都塞满大货车。主路的最旁边这一条也会被拿来修车，这些大车在回转的时候也会占掉双向的道路。肚子饿了，顺便吃一下。这看着好有食欲啊，然后再加一个2块钱的炸鸡蛋，热腾腾的，还在冒烟冒泡。在台湾也有在卖黄焖鸡米饭，我好几次都想吃，但是走进店门口之后，看到菜单上面的价目表，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，跑去旁边买一些比较便宜划算、CP 值高的。这份黄焖鸡米饭卖人民币20块，折合台币100块不到，完完全全是可以不用考虑的价格。现在马上就来吃一口，满满的都是肉，好吃。虽然外表看起来口味下得很重，但是因为这个是一大块的肉，刚好内外会中和。我记得今天台湾一份黄焖鸡米饭好像160、170，还是200以上。在四川的辣味面前，我只是个萝莉，感觉现在嘴唇都红红了，对不对？里面有肉、豆皮、蔬菜、香菇、杏鲍菇，再加上一颗煎鸡蛋，料多实在，大碗满足。我相信在四川来说，这个已经算是小辣了，但是这应该是我生平吃过最辣的东西。前面还觉得很带劲，吃到一半的时候发现不对劲，上头了，都要把料捞起来，汁水沥干，再放到白饭里面配2口白饭吃，吃到后面白饭也都被辣味所染红哦。但料理真的是大碗，好吃、便宜、实在。下一次点餐之前，绝对要记得跟老板说不要加辣。再骑20公里会抵达天泉市区，根据昨天的经验，大概可以骑到晚上8点，所以我打算再骑36公里。如果再骑下去的话，就是77公里外的泸定了，应该是骑不到。反正就边骑边看边规划咯。现在满状态。应该可以专心骑车，不会走走停停了吧？有没有卖丹木斯？丹木斯没有，那威尔刚有吗？也没有。好，高山症的药有吗？只有那种就是高山红景天。有没有小盒的？还没有小盒的，一盒是10颗，就是吃5天。那先不用，好，谢谢。在我身后的就是龙尾峡隧道，但眼前的这座大山，你就不知道不走隧道的话会是怎么因应。我看了一下地图，是绕了好一大圈，没有错。但重点是爬升怎么样？我还没有研究出高德地图怎么看详细爬升。Google 地图在这一段是失效，没有用处的。你不要看我现在满身大汗，这不是刚刚的辣所造成的。现在气温30度。不会是管制封路要等吧？好险，现在有空拍机，如果要等太久就拍一下风景吧。哦呦，这个一滑，身家财产。应该要垫一个塑胶袋的。这次因为没有露营的那一袋，所以泥沙会直接喷上去。大家看到现在坐垫这边脏脏的，对不对？那就代表我的背现在衣服是脏的，只能等它骑车风干之后，然后再去拨一下了。
现在抵达天泉市区，总升高度785。Google 说需要总爬升2500公尺，应该是卡到旁边两边的山壁了。有在骑车、有基本地理常识的人都知道，从海拔800的雅安爬到海拔800的天泉，要上上下下加起来2500公尺，不太可能。做足最坏的打算，一步一步推进就好了。脚踏车没有捷径啦，你可以喝一杯冰红茶，让自己舒服一点，但是高度里程一点都少不了。蜜雪冰城2元起，4元柠檬茶。6元珍珠奶茶。更正一下，原本在雅安说雅安这边是最后一个大城市，其实我觉得天泉也完完全全够大了，左看右看，该有的全部都有。刚刚回头吗？还是到里面去？到里面去，还是需要充电哈？可以换电池。哦，往西南走吗？对，26点，看那。谢谢。现在时间下午5点半，从出发到现在也骑了100公里整。我有查到，在骑47公里之后，有一家便宜台币130块的住宿，从日落时间去估计推算是刚刚好的距离。前提我没有估计到爬升，会不会这一段直接来一个爬升1000、1500之类的？我不知道，但是先骑起来，以47公里为目标，中间会有很多备用选择，不用太担心。加油！加油！在这一条国道318公路上，不只有骑行自驾。事前我就有听说这一条 G318公路已经被玩烂了，骑马的、骑独轮车的，也有这些推着手推车直播的。事前我有听到很多人都说这是假的，当然我相信一定有部分是假的，但是刚刚看到的这2位绝对是货真价实。今天住哪里？喇叭河或者是紫石关，看吧。还有很长距离。没有啊，几公里了。哦，加油！就算挂在我的脚踏车上，我都会含泪，更何况是用手推这么宽的车体。在这一条大家都看到了，双向大车旁边不是人行道，是山沟哦。只要你一个重心不稳，或者被大货车的风一吹，你脚没有可以踩的地方。What can I say? Respect。住宿标间。1克40元，还不错，但太阳太高了，天还亮着，继续骑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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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行前，很多人提醒我 ，G318国道大车很多，高海拔都很危险，建议我一定要小心谨慎。这我当然都理解，所以我事前沙盘推演了很多次，要带什么，不要带什么。如果遇到这个情况，就用 A 方案；如果遇到那个情况，就用 B 方案。在这一条 G318国道上，你永远只会看到更狂的徒步拉车，甚至拉一个轮胎的。在网络上都有看过，反过来担心东担心西，最后选择不出发，这确实也是一种人生的过法。但是比起安逸、安稳、平稳的无聊，我更喜欢踏出第一步之后的世界，风险、刺激以及无比的成就感。除了搜寻得到的饭店住宿以外，在路旁也有很多这一种住宿吃饭的地方，所以 G318公路真的不用太担心。下榻的酒店还要再骑15公里，现在时间晚上7点半，算得刚刚好，不短不长，非常合适的进度。高德地图说爬升只用再爬2公里就好，我觉得不太可能。平均来说都是一半一半，爬坡可能还要再8公里吧。目前的海拔高度大约1100公尺。至于是真是假，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看看后面的景观，我知道用相机拍起来没有现场360度环绕的，再加上空气，
感官的这种氛围，真的可以感受到一股严肃、庄严、神圣、天路的感觉。对，那个镇上还有2公里，也差不多了，快到了。你有灯吗？有，谢谢。哎，他不是我在雅安看到的那一位博主吗？大家也不要说我总是夜骑，我也想不到嘛。看看现在的海拔，1256，还真的跟我预估的一样，大约1400到1700左右。8点其实也才刚天黑一下子而已，估计再骑个1个小时就能到了，加油！虽然天空还有点光线，但是全部都被山脉的深色所挡住了。不要说相机，现在连我肉眼看到都是一片黑。加油加油！谢谢。主要是路况好啦，天黑最怕的就是突然有一个坑洞，但是在路况好的情况下，倒是骑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，反而因为不用拍照，进度飞快。眼前出现小镇的光芒，不知道现在时间9点，还有没有热腾腾的菜饭可以吃？如果只吃个泡面，那就太寒酸了。还有开耶！这边有吃饭吗？我吃个饭。你还要走啊？前面500公尺有定了。天泉科大峡青年旅社。哦，300米就前面，对，他家有吃的。好，他家有吃的。还有开门吗？你都进了房间，他肯定要等你的吧？好，谢谢。科大峡，是的，是的，反正静静的。如果这里没有吃的，就回去找那位大姐就好。哎，有住宿？有，是你进的房间吗？对。怎么走得这么晚呀？想说距离比较刚刚好。你还没吃饭吗？哎，现在还有卖吃的吗？你们？前面有，我们家没有啊。好，谢谢。吃完饭过来上房间行吗？好，行。你先去吃饭。好，还有卖吗？有。好，谢谢。盖饭，肉丝盖饭，饭是刚蒸好的，把这个肉丝炒在，给你饭要是就那样说。你一个人？一个人。都要拿上去啊？哎，我自己拿就好。对。我给你拿一个嘛。哎，不用不用。吃饭了？吃饱了。一点一台哈。好，谢谢。骑了大概146公里，爬山海拔1581。原本想说骑到天泉市区就好了，结果我没想到直接真的骑到山区，现在海拔已经1400公尺了。今天我们看到了传统的农村、茶马大道、名山、雅江、天泉。这些我就不再赘述了。在我事前做功课的时候，我一直不觉得前面这一段市区道路会是很精彩的部分。但即便是这样的路段，景观变化也太快了。每个地方甚至小村庄、小村落，我相信一定有它的历史故事跟它独特的人文化。只是先要把这150公里一口气做一个总结，做不到，回去慢慢上旁白。这边的店家、饭店到晚上9点还要开，我相信也是要为了服务这些深夜还要开着大货车的司机们。早起做早餐，到了晚上10点可能都还没有收摊，但是不嫌累。话讲完，时间也9点51分了，洗完澡出来10点半，东西弄一弄，打个网志，可能12点半吧。至于明天的路线爬山海拔，我是真的没有做功课啦。但是按照我宏观的印象中，爬到这个海拔，接下来应该就是要继续往上。有这么快到二郎山隧道吗？我记得二郎山隧道好像是海拔2200公尺，单纯按照里程去判断的话，应该是可以骑到泸定、康定。等一下再做功课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 G318川藏公路之旅第2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又是度过了一个很累，讲话听起来都有点想睡觉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但是非常充实满足的一天。明天更是从早到晚都是万里无云的大好天气。我们下集影片川藏线 Day 3的影片再见，拜拜。